好，紧接着介绍无麸质的蛋糕。那我们刚刚将舒芙蕾乳酪蛋糕它的基本架构保留着，然后呢，现在在运用一些机能性的食材，比如说木耳，还有黑芝麻，来让它的口味多层次的变化。那接下来由乐师来介绍我们的食材。那首先食材的部分会分2个部分，那第一个部分是那个面糊的部分，那第2个部分是蛋白。那首先面糊的部分是鲜奶427克，那蛋黄是142克，细砂糖是53克，那玉米粉是49克，奶油是131克，白木耳糊是223克，那黑芝麻酱的话是223克。那蛋白的部分的话是蛋白198克，柠檬汁是10克，那细砂糖是99克。那老师，那白木耳糊的话是怎么样的做法呢？白木耳糊的它的制作程序啊，就是你可以买生的或是干的白木耳。你如果是买到生的白木耳的话，就直接来煮。如果是买到干的话，就是要先浸泡，浸泡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再煮开之后，然后用果汁机打成泥。那至于这个黑芝麻就是我们用100%的黑芝麻要打成泥，但是打之前呢要先烤过，把它烤熟，烤过之后，然后慢慢的打，打到最后你将会发现它本来是粉一颗一颗的，然后打到最后变成泥状的。今天之所以会引用这2道机能性的食材，主要是黑芝麻里面含钙的含量是非常高，在所有食品中，它的钙质含量是最高的，就是特别是中老年人很需要这个补钙。那之所以会引用这个白木耳它可以控制血糖、胆固醇。就是对身体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食材。那今天特别介绍给大家。今天的制作程序啊，好，首先那个鲜奶煮沸，然后蛋黄跟糖打发之后跟玉米粉拌匀，拌到看不到粉。接下来把滚烫的鲜奶倒到蛋黄糊里面，然后再让它糊化，糊化完之后，再把这个黑芝麻、白木耳还有奶油全部均成一个面糊状。接下来再打蛋白，蛋白打到半干性就好了，再2个结合。好，紧接着来搅拌这个蛋黄糊，还有蛋黄跟糖稍微打发，再把玉米粉拌进来，拌到看不到粉，整个融在蛋黄里面去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煮鲜奶，把它煮沸，然后再倒到蛋黄糊里面。好，我们的鲜奶呢，已经慢慢的开始煮沸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把火关掉，倒到蛋黄糊里面来。然后现在整个蛋黄糊还没有糊化，我们再回到这个锅子里面来复热。好，现在已经开始糊化了。我们尝试的用在这边搅拌试试看，看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再把芝麻酱、白木耳糊，还有奶油，我们要把它用均质机把它均质到没有颗粒，然后整个面糊呈现有个光泽状，好就可以了。好，紧接着我们来打发蛋白。好，紧接来打发蛋白。其实我们这一系列蛋白的打发方式都一样，将蛋白倒入搅拌缸里面，然后呢，快速打发
起泡之后啊，再慢慢的将糖慢慢的倒进去。好，纹路出来之后啊，再把柠檬汁放进来。好，我们来判断一下打花的程度。差不多了。同样的，取大概1/3的打花蛋白，跟蛋黄糊这边拌一拌。接下来整个再倒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即将要倒到我们的那个烤盘里面去了。烤模里面要先铺纸，然后纸啊最好是先刷一层奶油哦，方便啊等一下在脱模的时候比较不会粘黏。好，那现在先把烤盘放在炉门前，然后再倒入水。其实啊，烤箱最怕的就是水淋到，就是水淋到烤箱里面去，这样它的寿命是受影响的。用2层的烤模，然后底层加大概1000cc 的水，烤培的温度还是一样，上火230啊，下火130，那大概10分钟，微微上色之后啊，再降温到上火150，下火130，总共要烤50分钟。好，黑芝麻木耳出炉。出炉的时候建议不要2个烤盘端，因为底下烤盘有水，很容易不小心被烫到。因此啊，建议就是直接拿上面的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吃没有面粉的黑芝麻木耳蛋糕。哇，一拿起来就有浓浓的芝麻的味道，吃起来它的湿润度跟刚刚的那个舒芙蕾乳酪蛋糕差不多，化口性非常好。事实上啊，跟大家分享，我研发这款蛋糕其实是用舒芙蕾乳酪蛋糕的配方的架构，然后呢将它的乳酪用黑芝麻、白木耳，然后来取代，希望大家吃得到美味又吃得到健康，因为黑芝麻对身体啊，还有白木耳对身体真的是很棒。也许你有空啊，Google 一下。这个白木耳、黑芝麻对身体的有哪些好处？你会越吃越喜欢。那我们因为这个是黑芝麻蛋糕，那我们在吃的过程中呢，它黑芝麻的风味呢是十分的浓郁的，几乎你吃完之后，你的那个口腔都是黑芝麻的味道。那这一款蛋糕它用的黑芝麻，它黑芝麻在一些长辈的聊天之中有在聊天到，就是黑芝麻这个部分的钙质其实是很丰富的，所以这一款蛋糕，然后它加上它的口感又是很湿润的，所以它这么有帮助，然后口感又这么好的一款蛋糕，我觉得非常适合老年人，那个比较很适合年龄稍长的长辈们来享用。不错，我有看到 Google 有写一段话，所有的食材之中，钙质含量最高的就是
芝麻酱。因此，我们把这个含量钙质最高的食材来制作我们的蛋糕，希望大家吃得到健康，吃得到美味。谢谢。